欢迎斌哥，欢迎欢迎斌哥，试乘试驾，是换电的。大几啊？我今年大三。哎，明天考虑我们啊。既然要有了，明天不考研了，直接就去。你不要被这个打扰了。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现在我又在合肥来观看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的决赛。其实这一系列赛事呢，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。斌哥呢，其实还是发起人之一，也是早期的主要赞助商。所以斌哥个人或者易车这个名义已经赞助了有将近15年了。大约在10年前呢，方程式大赛中把电动方程式单独给剥离出来了。于是呢，蔚来就一直作为冠名赞助商在赞助，这一赞助就赞助了10年。甚至包括2019年蔚来非常艰难的年份，这一项赛事的赞助也没有停，因为这个比赛在斌哥心中来看其实无比重要，它其实培养的是中国下一代汽车人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在中国，你学习的是汽车制造相关的专业，你一定会知道这样的比赛。每年呢都会有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学校代表队的名义来参加比赛。今年呢还多了新加坡、多了德国的选手们，他们在同样的场地合肥洛港公园，以同样的方程式的标准，以进行同样的测试，角逐出比赛的名次。这个比赛真的难度非常高。如果你看过赛程的赛规之后，厚厚的几百页纸，详细的规定了每一项赛事如何组织、如何比拼、如何进行得分。大家如果光看车的外观，可能有人说这个车看起来好幼稚，这个车是不是碰碰车什么的？其实真的不是。他们为什么把车造成那样，而不是咱们看到的 F1那样？正是因为他们比赛中要求比的项目有什么8字回环，有耐久测试，那些赛事的赛道提前的尺寸是规定好、设定好的。为了在那样的赛道上车跑出好成绩，跑出稳定的成绩，他们的车就得长成那样子，而不是你们所看到的 F1的尾翼的那个样子。不是那群学生们不会设计，是因为在这样的赛道上，那样的尾翼就是跑得最快的选择，好吗？在整个赛事的规程中，比赛大概分成静态和动态2个部分。静态呢，学生们要去答辩，去说自己的车的可行性报告是怎么去完成的，还要把自己的车送到淋浴场去雨淋测试，看看电动方程式漏不漏电，还要把车进行一些倾斜测试，甚至呢还有一些紧急逃生的测试，必须都要通过之后，你才有资格来参加动态的决赛。决赛诸如8字回环啊，诸如耐久赛这样的比赛，对于车的挑战非常的激烈。你就能看到学生们在耐久比赛比完之后，有的学生们真的在现场放声痛哭。可能他们的学校已经比了4、5年了，已经是好几届学生共同努力下，终于把耐久赛过了。你在现场看到学生们欢声鼓舞，看到学生们奋力拼搏的精神，你当然真的会非常感动。我去年已经看过这样的比赛了，今年我还是继续选择来。你来过一次之后，就觉得这个真的值得来看一看。话说回来，蔚来真的是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啊！赞助中国的大学生们，其实就是赞助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。哪怕这些学生他们毕业之后不来蔚来工作，他们去了其他院校，那也是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而努力奋斗啊！所以回过头来看看蔚来，看看斌哥，一直10年如一日的才坚持做这样的事情。非常的不容易，非常值得尊重，好吗？他们发得出来工资，我们就一定会支持这个赛事，啊，我一直记得这个承诺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呢，谢谢同学们啊，今天在这我还是
今天虽然已经做了4个半小时、5个小时的直播啊，但是我今天在这还是心情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。其实我一直讲，我为什么来支持这个赛事，未来为什么要支持这个赛事，是因为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都是在创业的路上，都是在学习的路上。其实每次参加这个赛事，来到现场，都会给我自己注入很多的能量。那如果说创办未来是我的一个商业上的理想，但是做这样一个赛事，支持这样一个赛事，其实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理想。所以特别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我自己怎么感觉掉眼泪了？我平复一下心情啊。那我也借这个机会呢，还是要特别感谢这15年、这10年来一直支持这个赛事的赞助商啊。我知道呢，支持这样一个赛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短期的商业的意义啊，就是你很难说支持这个赛事能帮着多卖车啊。那抢人是有用的啊，抢人是有用的，但是卖车这个或者有更多的生意机会、商业机会，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啊，短期的啊。那我觉得所有的支持这个赛事的这些赞助商，你们都是最棒的。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赞助商，还有支持我们所有车队的这些赞助商，我真的为你们都感到骄傲，你们做了对的事情啊。特别是我们汽车行业的同行啊，汽车品牌的同行，请你们拿出1/1000的市场营销预算来支持车队，好吧？这个我刚才跟严密、跟那个胡密在底下说的时候，我说我们一定要请他们来支持。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的零部件的这些产业链的合作伙伴，能像中创新航一样，能像康体，能像博世一样，能像马格纳一样，也都能够支持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的培养啊。所以感谢所有的赞助商。那我要特别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判啊。其实我今天也看了很多年轻的裁判，他们有一个毕业生的联盟，他们从这个赛事里面走出来，他们现在也用自己的时间、用自己的热情、用自己的激情来回馈这个赛事，特别让我感动啊！这里面有好多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这些裁判啊，就是你们真的也都是非常棒的。这个我是觉得你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。如果你们公司不给你假，你就来未来吧，我们给你假。这公开抢人，公开抢人啊！那也要特别感谢啊，特别感谢所有的大学老师啊。其实有的老师真的是看着他们，像从这个赛事的学生啊，到现在的包括院长啊，可能就是院长了，一直跟着这个赛事一起成长。然后每年都会有，好像接下来的好几年都会在合肥洛港公园来举办。然后大家关注董买买的微博，如果今年你错过了也没关系，明年、后年甚至大后年以后都还有机会。希望你真的能来看一看，这个比赛也是免费的。而且每年在比赛的时候，未来都会建一个自己的批房，在那个批房里，你甚至还可以去试驾一下未来的其他车型。有的时候汽车的文化也好，一个高端品牌如何建设也罢，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细微之处，好吗？好了，希望通过以上的视频，你能对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有一个粗浅的了解。明年我们在合肥洛港公园再见呗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收藏、订阅董买买。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